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来自准者的里弗斯3代 AR3， 就是这一个在外观上致敬了闪击时的球星签名鞋。之前有很多兄弟发消息问我为什么不测里弗斯2代？其實當時我買了，但是整體體驗下來就是一雙非常普通的公式化籃球鞋，沒什麼特別之處。雖然之前有人告訴我准者放狠話說要將我在業內封殺，但是我是沒啥感覺啊，畢竟我現在還是好好的坐在這裡跟大家聊球鞋。我從來不會因為跟一個品牌的關係好壞而影響到我在對於球鞋測評方面的一個客觀性，有什麼就說什麼，從來不會去無腦吹或者是無腦黑。那為什麼上一代我買了卻沒有出視頻呢？因為我是一個數碼產品愛好者，在數碼產品領域有這麼一句話，不管什麼產品做到第3代，一般來說就會是相對比較成熟的產品了。雖然這一句話在籃球鞋領域並不適用，但是這一次的3代，說實話還是挺吸引我的。吸引我的倒不是這一雙鞋本身啊，畢竟它致敬的對象也並不是什麼頂級實戰鞋，對吧？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是跟這一雙鞋一起搭配售賣的這一副名叫球員版鞋墊的鞋墊。里弗斯3代本身啊，並沒有什麼亮點，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公式化籃球鞋，全掌的超臨界，中底做了一些包圍加固，在內部還放了一塊前插的板材，沒什麼特別之處。但是這一副鞋墊啊，可是號稱跟里弗斯本人使用的是完全一模一樣的一副鞋墊。當然啊，究竟是不是跟里弗斯腳上穿的一樣，那只有他們自己才知道。在重量方面，整體表現比較一般。在不使用球員鞋墊的狀態下，單支42.5碼的重量在380克左右，而用了這一副鞋墊之後，重量會突破400大關，會達到420克左右。如果你對於球鞋的重量會比較在意，那可能這一雙里弗斯3代啊，不會是你的菜。OK， 那接下來就跟着當子的節奏，我們一起來深度了解一下這一雙里弗斯3代的實戰體驗。抓地表現非常出色，全掌的人字紋能夠很好的應對不同方向的抓地。不過因為它側面上翻的這一片紋路啊，略微有一點偏淺，在做一些側向急停動作的時候，會時不時出現腳底下打滑、抓不住地的情況。這一點大家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在一些角度比較大的側向急停時，稍微留個心眼，不要把自己完全交給腳底下的球鞋，這樣盡可能的能避免掉一些不必要的傷病。當然，在大部分情況下，它的止滑還是非常可靠的，而且外底橡膠對於灰塵的敏感度也並不是特別高，在有灰塵的場地上，只需要時不時用手去擦拭一下鞋底，腳底下的抓地就能立馬回來。耐磨表現也還不錯，外底的橡膠在硬度計的測試下，讀數能夠達到70左右，加上它深度不錯的紋路，要用來打外場沒啥問題。而且啊，價格也確實不貴，拿來打外場也不會太心疼。中底大面積的前插 TPU 就是它抗扭的最好保證。這一塊 TPU 的硬度啊非常不錯，不管做什麼動作，腳底下的籃球鞋都能很好的保持住姿態，不會出現誇張的形變。而且這一代的前掌彎折也比較合適，彎折點合理，也完全不絆腳，前掌也相對來說比較容易進行彎折。在正常跑動和變向的時候，它的中底都不會有明顯的阻力。但是啊，由於外側有這樣一塊額外的 TPU 補強，並且沒有在彎折處做出應力釋放點，所以在做一些交叉步動作的時候，它前掌外側會出現一定的阻力。當然啊，影響並不是特別大，對於實戰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影響，只不過在中底的斜角一體性方面會稍微差了點意思。里弗斯3代的穩定性非常出色，寬大的外底加上較低的重心，中底的緩震材料也幾乎進行了全方位的包圍，穿在腳上的感覺啊四平八穩，非常安心。即使是換上這副球員鞋墊，在中底重心上升之後，它的穩定性也依舊非常出色。但是里弗斯3代啊，在靈活性與防側翻方面的設計是非常矛盾的，全弧形的外底，而且在前後掌都做出了非常明顯的外擴，整一個外底的面積非常大。准者的設計初衷啊，應該是想要靈活和防側翻一手抓的，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它也確實做到了。兩方面的表現都不算差，但是這兩個方面的表現也都僅只限於不差這一個級別。在我這一段時間的體驗下來，他是想要把里弗斯3代做成一雙更加偏向於靈活的籃球鞋了，但是啊，又怕防側翻不夠用，刻意去加寬了它的外底，就導致了兩頭不討好。加寬了外底面積之後，靈活性會有大幅度的下降，而全弧形的外底在防側翻方面
又有先天的劣勢，還是太保守了一些啊。想要把靈活和防側翻都做到出色是比較困難的一件事情，倒不如選其中一項直接 all in， 這樣一定可以讓它在風格化方面有更好一些的表現。OK， 基礎性能差不多就是这樣，在抓地、抗扭、穩定性這3個方面的表現都非常不錯，絕对是一雙可以拿來上强度的籃球鞋，性能下限非常高。那它是不是好穿，以及它会更加適合哪種類型的球员去进行選擇？那接下来我們就来聊聊它的風格化處理。首先，在脚型適配方面，這次 AR3 的鞋楦是一個正常寬度的鞋楦，對於腳型的包容度非常廣，基本上大部分腳型的兄弟都可以適配。而至於尺碼的選擇，如果你不打算購買它的這一副球員鞋墊的，那你就按照正常國產籃球鞋的尺碼去進行選擇，可以選擇比你平時選擇的耐克尺碼小半碼。而如果你搭配它的球员版鞋墊一起購買，那你就直接按照耐克尺碼選擇就行。如果你有购買这一双鞋的打算啊，我是会更加推荐你去選擇搭配上這一副球員鞋墊一起購買。在不使用這一副鞋墊的時候，你能明顯感覺到鞋倉的上方會有一定的多餘空間，並且因為它的鞋面用料整體偏硬，通過鞋帶很難調整整一雙鞋的包裹鎖定。而用上了這一副具有一定厚度的球員版鞋墊之後，整一個鞋倉內部就會明顯變得更加飽滿，整一雙鞋的包裹鎖定會有大幅度的提升。但是潤感還是一般般，鞋面與雙腳之間的貼合度依舊不算高，而且它的後跟鎖定也並不是特別出色，把鞋帶拉得很緊啊，也依舊會有一點點輕微的掉跟，而且把鞋帶拉緊之後啊，在腳踝處也會出現比較明顯的勒腳感。雖然這2個點對於實戰的影響都不是特別大，但是這些細節都是要成為一雙好鞋必須要做到的點。就現在準者的產品力來說，還需要再加把勁。當然，它較硬的鞋面用料給它帶來了非常出色的鞋面強度，再加上球鞋外側的這一塊 TPU 側牆，整一個側向支撐非常出色。不管做什麼動作，它的鞋面都能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不管是中底的強度還是鞋面的強度，都絕對是職業級別的水平。這一點沒得說，非常棒。而它的中底還是稍微差了那麼點意思，在不使用球員鞋墊的狀態下，它的中底就是一個比較普通的薄底快靴，重心貼地，場地感出色。但是因為鞋頭的上翹幅度有點偏低，後跟也比較寬大，所以靈活性、滾動感各方面都比較一般。而用上了球員鞋墊之後，後跟的重心會明顯上升，在體感上會有一點點前低後高的感覺，在一定程度上能彌補它滾動感方面不足的缺點。換上這一副鞋墊之後明顯更好跑了，更有往前衝的衝動了。不過前低後高的籃球鞋大家一定會比較擔心它會不會出現頂腳趾之類的鎖定方面的問題，這一點大家也完全不用擔心。這一副鞋墊表層的這一層材料摩擦力非常大，甚至會有點粘襪子。它不僅能提升整一雙鞋的中底表現，還能提升球鞋的動態鎖定。不過這一副鞋墊在初始狀態下，它的足弓位置處頂得非常高。我用這一副鞋墊放在休閒鞋裡面磨合了差不多半個月才能真的穿上它去實戰。我剛開始用這一副鞋墊的時候，真的感覺足弓都快要爆炸了，酸得一塌糊塗。但是想了想也確實應該要這樣設計，畢竟要匹配不同的腳型，只能做成這樣，讓不同腳型的兄弟們去花時間把它磨合成自己的腳型，這樣才能做到真正的完美匹配。只是這一個磨合期真的不算短，而且如果你想要通過實戰來磨合的話，過程會非常非常痛苦。當然在磨合完成之後，它所能給到我們的足弓支撐，所能給到我們的貼合度，我覺得都是值得的。而且它還能給到我們明顯的缓震加成。在用了球员鞋墊之後，中底的缓震极限会有明显上升。我190斤的体重，在单純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情況下，也完全不會有任何震腳的感覺。不管你對於緩震的要求有多高，用了這副鞋墊之後，緩震一定夠用。這副鞋墊真的非常出色，對於整一雙鞋的性能提升非常的明顯。但是拋開這一副鞋墊不談的話，就說這一雙籃球鞋本身，說實話就非常普通了。除了上面說的這些點之外，它的跑跳體驗也非常一般。鞋頭的上翹幅度比較小，後跟過寬，而且後跟的上翹幅度也不太夠。後跟的外包材料它的硬度也有些偏高，在跑跳的過程中，后跟觸地時的體驗非常一般。整一個外底造型就非常非常平，雖然用了一個前插的 TPU， 但是完全起不到作用，甚至只會影響到前掌的彎折。最近好像還出了一個把 TPU 換成碳板的所謂的升級版
大家千萬不要買。這一雙鞋在不調整鞋頭的上翹幅度的這樣一個情況下，把中底的材料從 TPU 換成碳板，一定會是一個反向升級，中底會變板，前掌的靈活性也會進一步下降。一雙籃球鞋如果要用前插碳板，要麼就用非常軟的，那就跟用 TPU 或者是 Pebax 沒什麼太大區別，甚至Pebax 會是更好的選擇。而如果要用有一定剛性的碳板，那球鞋本身必須要有不錯的滾動感。有出色滾動感的籃球鞋，我們在正常跑動時不需要跟碳板過多的去較勁。而像里弗斯3代這種外底比較平的这種籃球鞋我們每次跑動都需要把中底彎折到更大的角度，才能正常往前，才能正常跑動。所以如果用了碳板，只會讓這一雙鞋的平衡被打破。如果你們買了升級版，可以告訴我是不是這樣的一個情況？里弗斯3代在不使用球員版鞋墊的情況下，亞当球鞋主觀評級 B 減，在搭配上球員鞋墊之後，可以給到 B 加。這雙球鞋本身非常普通，各方面都很一般，但是用上了這一副球員鞋墊之後，各方面的體驗都會有一定的提升。雖然它並沒有特別清晰的風格傾向，但是各方面都不差，沒有明顯的短板。它給到我的感覺會更加像是一雙團隊鞋，不管什麼打法，不管打哪個位置，你都可以去選擇它，而且體驗也都不會太差。但是就团队鞋這一塊來說，在同價位段有太多比這一雙鞋更好的選擇了，可以說其他所有品牌同價位的团队鞋款體驗都會比這一雙鞋更加出色。當然如果你是里弗斯的球迷，你想要購買這一雙鞋完全沒有問題。但是如果你已經決定了真的要去購買這一雙鞋，那一定要搭配上這一副球員鞋墊一起購買。雖然這一副鞋墊確實也不算便宜，但是對於實戰方面的提升還是比較明顯的。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